我穿书成了长公主。挑选暗卫时，我一眼看到了未来的大反派，以及他怀里不小心露出的剑柄。我明示弟弟，此人看似孱弱，谁知道那衣服下面藏着什么锋利无比、能要我命的凶器？大聪明表示懂了。当晚，大反派被裹成粽子送到我床上，我一脑袋问号。我穿成了一个荒淫无度的长公主，原身因为一次落水呛水而死，之后就变成了我。为了适应人设、消化记忆，我在公主府苟了半个月。终于，我的同胞弟弟看不下去了，把我叫了出去。我看着一院子的精壮男人，觉得事情并不简单。成王宋瑜指着他们说：“你先前失足落水，就是因为身边人不得力。我特意为你寻来这些武艺高强的护卫，皇姐你且挑上几个。”日后寸步不离地带着。我看着一群身材倒三角的帅哥，不动声色擦了擦嘴角的口水，正要好好挑时，突然被一人吸引了目光。那人站在第一排角落，整个身子都藏在阴影里。根据我看小说多年的经验，真正有东西的人都是刚开局时最不起眼的那个。我随手指向他，让他抬起头来。那人一愣，微微抬头，阴郁的目光像是毒蛇的信子。在他看过来的一瞬间，我直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神情冷漠，丹凤眼，眼角有颗泪痣。妈呀！这不是本书的大反派燕云舟吗？我若无其事地移开目光，正好看见他怀里不小心露出的一小点剑柄。我的亲娘啊！见我拿茶杯的手微微颤抖，宋瑜皱眉问我怎么了，我赶紧随便找了个理由，说水烫。宋瑜直接戳穿我说可这是凉茶，我顿时尬住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见我不说话，宋瑜一副懂了的表情，又看了燕云舟一眼，说道：看样子皇姐你不满意，无妨，你再看看其他人，他留给我。我一口茶差点喷出来，你留他是想找死吗？我使劲给宋瑜使眼色，但他死活没理解我的意思。没办法，我清了清嗓子，只好低声道：此人看似孱弱，谁知道那根衣服底下藏着什么锋利无比、能要我命的凶器？这提醒够明显了吧？但出乎我意料，我说完这句话后，距离近的侍卫婢女都有点不好意思的低下头。宋瑜则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我有点怀疑他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宋瑜给了我一个自信的表情。回公主府前，宋瑜送我到门口，他犹豫很久，还是没忍住开口：皇姐，以后这种事情你可以私下跟我说。我难以置信地说的话就来不及了。宋瑜更难以置信，问我有这么着急吗？我无语，人命关天的事情能不急？我隐隐觉得不对劲，再三确认：你刚刚真的懂我意思吗？宋瑜则拍了拍我的肩膀：放心，人我已经绑起来了。我就说嘛，堂堂亲王怎么会是傻的呢？晚上我回房休息，掀开被子看见了被捆成粽子的燕云舟，他只穿着单衣，脸色潮红，正羞愤地瞪着我。我猛地把被子又盖上了，眼睛有点花，不确定，再看看。我又把被子掀开，燕云舟微微喘着气，嘴里被塞了布条，胸口因为气愤而上下起伏，若隐若现的肌肤白皙而有力量。我默默抬头看天，燕云舟是敌国流落在外的皇子，从小流浪，受尽欺凌。他目前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但在2年后他就会被敌国找回去，杀兄弑父，带着燕国军队踏破我宋国疆土。想到书里对燕云舟复仇的描写，只是对他扔过石子的下人最后都落个剥皮抽筋的下场。而现在我内心疯狂吐槽：宋瑜你可真是个大聪明，人的确绑起来了，你还用粉色绸缎给他绑了个蝴蝶结，什么仇什么怨啊？你要这么害我？我强装镇定地看向燕云舟，只见他被捆住的地方已经被勒出了红痕。燕云舟嫌恶地躲开我的手，肩膀微微颤抖，所以还是怕的吧？我叹了口气，我没有想欺负你。说完，燕云舟身体一僵，我跟他保持着安全距离，取下他嘴里的布条，诚恳道：成王玩心重，他收做护卫的人除了陪他打马球斗蛐蛐儿，几乎没有出头之日。而你，我一眼便看出你非池中物，只能用这种办法将你要了来。要想获取他的信任，只能先刨开自己的心给他看。我目不斜视地说明自己的境地，表明我也需要一个忠心护主的心腹，再尝试帮他解开手上绳子。这次燕云舟没再躲，可他仍旧提防地看着我，声音阴哑：可你明明可以把我当做护卫手下。妈的，最烦忽悠人的时候对方有脑子。我沉默半晌说：你若是护卫，便终日只能待在我身边，如笼中鸟池中鱼，毫无自由。我皱了眉，苦笑一声。可若成了我的人，我大可以替你谋个一官半职，追根究底也只能说我荒淫无度，被你所迷惑。反正我这名声早就一塌糊涂，再背点骂名又何妨？可你却缺一个机会，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。燕云舟微微一愣，他艰难地爬起来，他在我床上跪下，朝我低下头，虔诚如拜神祇。燕云舟是公主的了。很好，有点脑子，但不多。我偷偷松了一口气，让他在房里给身上擦药，转身出了房间，对婢女说我要去别的房间睡。婢女问：公主可要叫人伺候？我随口说来2个就行。我还没注意到婢女愣了2秒，径直往另一间房走去。躺在床上没一会儿我就困了，半梦半醒间突然感觉有人在解我衣服，我大惊，猛地睁开眼睛，看见床边坐着2个穿着清凉的美男子，红衣的那个姿态妩媚，挑起我的头发笑道：公主既然同时叫了我跟夏青瓷，让青瑶猜猜是有什么新花样吗？穿白衣叫夏青瓷的那个伸手来解我的里衣，神色温柔。公主有半个月没找我了。
我虽然理解，但我还是大为震惊。宋之意啊，宋之意，你真不愧担着荒淫无度的名号，可真会玩。但我是牡丹啊，看过猪跑没吃过猪肉啊。我紧张地抱着被子。你们等等，我今天身体不适，好像发热了。夏青瓷随即凑近。公主，那我待会儿用点力，出了汗就好了。我震惊，你不要过来啊！我吓得往里缩，突然门被踹开，我越过两人看过去，只见燕云舟穿着单衣，衣襟半敞，站在门口，浑身煞气。他冷冷看着夏青瓷两人，阴狠地吐出一个字：滚。娇滴滴的夏青瓷轻摇哪里见过这种杀气，直接跑了。我狠狠松了一口气。燕云舟一步步走近，我刚要夸他来得及时，就见他伸手解了外衫。我瞪大眼睛，脑子尚在懵逼状态，燕云舟直接单膝跪下，俯身压上来。他在我耳边低声呢喃：公主既要装作沉迷于我，这场戏便少不了。我心跳如鼓雷，余光看过去，只见夏青瓷轻摇在窗边露出半个脑袋偷看。燕云舟伸手拉过被子挡住了我的视线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燕云舟慢慢退下床，捡起衣衫披上，径直在床边放斜的榻上躺下。公主睡吧，我在床边守着。折腾了一天，我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很快沉沉睡过去，手随意搭在床沿。迷迷糊糊中，仿佛是有人悄悄勾住了我手指。我做了个梦，梦到了原剧情。燕云舟登上权力巅峰后杀回宋国，我被当作求和的礼物送进他后宫，可他不仅碰都不碰我，还任由宫女太监羞辱我。终于有一天我受不了了，便偷偷带着刀摸去他寝殿，要跟他同归于尽。可当我悄悄推开门，眼前的一幕把我吓得魂飞魄散。店里一片狼藉，燕云舟形态癫狂，正在对着空气疯狂挥舞。他像是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，挥刀乱劈，不停地让人滚。隔着屏风还有另外一个人，那人阴狠地笑着：燕云舟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？其实早在你还是护卫的时候，我就给你下了。这毒一两日看不出来，但若是长久吃下去，就会变失血残暴。那人藏在屏风后，我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能听见他恶毒的声音，犹如蛇蝎。你现在拥有万里江山又能怎样？所有人都害怕你，你失了民心，连现实跟幻觉都分不清，这江山还不是要拱手送给别人？我躲在角落，捂着嘴不敢出声，整个寝殿都回荡着燕云舟如同困兽般痛苦的嘶吼。我尖叫一声，猛地醒来，惊出一身冷汗。这不是梦，是我没看到的这本书的后续。原来燕云舟并不是天生的凶残成性，他在宋国的时候就受人欺凌，又被人长年累月下了药，这才形成了反社会人格。那下药的人又是谁？燕云舟听到我的声音，第一时间从房间外进来，紧张地问我怎么了。我一把拉住他的手，按在床边坐下，抬高声音唤道：小桃，去找郎中来，不去宫里请太医，越快越好。燕云舟若死了，到时候两国交战，换成别的皇子掌权，我依旧要干。他不仅不能死，还要全虚全意的回去做一个明君，不要发动战争。就算是为了我自己，我也要改变燕云舟的结局。太医很快赶来，我屏退众人，让他把燕云舟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。太医看完后开了一副药，以防万一。我拿过药方询问他身体可有异常？太医摇头说并无明显异常。我松了一口气，那说明他至少现在还没中毒。我又看看药方，问太医那这方子是做什么用的。太医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：公主放心，臣明白你的意思，他身体没有异常，但只要按着药方吃就可以异常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太医小声解释道：补肾壮阳，异常能干。我被呛得顿时猛咳了几声。太医，你这么大岁数，你能不能正经点？不出半日宫里一定盛传，长公主昨夜宠幸一个护卫，却因为不满意，第二天一早就叫太医来给她查身体，神经病啊！太医走后，房间里只剩下我跟燕云舟两个，他耳尖红得像要滴血，吞吞吐吐道：我其实身体可以的。我叹气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昨天见你身上多处新伤旧伤，忧心你身体，才叫太医来看看。燕云舟愣了愣，公主为何要对我这么好？为了打消他的疑心，我只好半真半假地说：为你，也为我自己。你准备一下，过阵子我带你去校场。几天后，我把燕云舟带去练兵教场，开门见山吩咐给他安排个副将当的。校尉一副吃了屎的表情，干笑：公主，这不合规矩。但我哥是皇帝，我主打的就是一个刁蛮任性恋爱脑。于是我哦了一声：那你想办法给他一个副将当的。校尉为难地说：这个真不行。我说：这个可以行。在我的坚持下，校尉沉默了。我敢肯定，我要不是公主，他鞋底已经挥到我脸上了。迫于我的淫威，校尉最后只松口说，让燕云舟跟教场里的人单挑，要是全赢了，就给个兵长当当。他话刚说完，几乎所有人都把衣服脱了，露出结实肌肉，跃跃欲试要给燕云舟一顿胖揍。我欢快的海誓拍掌：好好好，我公主府门口缺2个镇宅子的石狮子，我顺便挑2个。他们默默的又把衣服穿了起来，一个个安静如鸡。我牵过燕云舟的手，微微握了下，叫他别让我失望。燕云舟晦暗不明的看了我一眼，就算我不给他们施压，燕云舟其实也能赢。不过1个时辰，已经没人再敢跟他单挑了。燕云舟留在了军营，因为他会受到优待，
也会受到排挤。可他在军营里远比我身边安全，毕竟那人的手再长也伸不了那么长。他一走，我便开始着手调查究竟谁是幕后主使。此人不仅知道燕云州的真实身份，权力应当也很大。首先排除本文男主我哥宋国皇帝，他要是知道燕云州身份，直接杀了就行，哪用得着这么麻烦？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，宋瑜，我那傻帽弟弟，他是真的傻吗？很快到了秋猎的时候，我跟宋瑜都要半价去皇家猎场，我准备找个机会试试他。这次出行阵仗大，皇家还从教场挑了人护卫。燕云州赫然在列，数月不见，他黑了也壮了。隔着人群，他数次对上我的视线，我们心照不宣的没说话。一路上我都盯着宋瑜，果然，中途休息的时候，我看见他跟贴身奴才一起往燕云州的方向看，不知道在密谋什么。我正要过去试探他，宋瑜先过来了，他神秘兮兮道：“我有一个大买卖要与皇姐做。”有，露出狐狸尾巴了吧？以我的猜测，大买卖应当就是觊觎皇位。宋瑜在得知燕云州身份后，想让他回燕国，带着军队回来推翻宋国目前的朝廷。可燕云州最后又因为身中剧毒，只能把江山拱手送给他。不愧是我，这么复杂的情节都被我推出来了。衣襟突然就变成了蝴蝶结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我装作不懂，问他是什么大买卖。宋瑜讳莫如深的笑笑：“大买卖是什么？皇姐应该猜到了吧？当然，为表诚意，我先送皇姐一份小礼物。”说着，他递给我一张纸。回马车后，我打开一看，是猎场别院的一处温泉池。大队到了地方都各自去休息，我借口要去泡温泉，独自去了纸条上的地方。想必宋瑜都打点好了，温泉池边一个人都没有。我慢慢上前，只见雾气氤氲，有一人赤着上身泡在里面，身上还绑着绳子。听到动静，他猛地转身，喝问是谁。燕云州在认出我的那一刻，像是困兽突然见到主人，停止了挣扎。我看着他羞愤又委屈的脸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宋瑜，你他妈还来这招！我从怀里掏出来纸，这才发现背面有小字：弟弟知道你与燕云州数月没见，一定很怀念他的滋味，不然这一路也不会盯着他看那么久。放心，周围都是我的人，你们只管快活。我一脸黑线，快活你大爷！我很快察觉出异样，燕云州身上开始泛起粉色，眉头紧锁，看起来十分痛苦。是被下了我想的那种药吗？怎么办？我把燕云州的绳子解了，站在池边不知所措。这都是宋瑜干的，他以为我很想你就把你绑来了。燕云州紧紧抿着唇，不肯再发出一点让人听了误会的声音，只是眼尾通红，这样子莫名有点可怜。我心虚又愧疚。你别急，这药没那么玄乎，你可以战胜他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去给你搞点冰水。说完，我转身要往外走，手腕突然被拉住，我下意识一声惊呼，整个人便被一把扯进了池里。燕云州一手抱着我的腰，将我捞出来，还没等我喘口气，直接贴了过来。他在我耳边咬牙：“那公主只是想我，还是不想？”我大脑一片空白。燕云州继续在我耳边蛊惑：“传闻公主沉迷酒色，怎么一点也不像？”我用尽全身力气将燕云州推开了一点。你清醒点，不要被欲望控制啊！燕云州的手将我掐得更紧。我本就是公主的人。我下意识转身就往上跑，却被他一把拉住脚踝，抓了回来。我转头看去，只见他像是难受极了，嘴唇都被自己咬出了血。我犹豫半晌，一闭眼一咬牙：“只准我帮你，你不准再碰我。”他说好。从温泉池里爬出来的时候，我深刻意识到一个道理：男人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。因为这一遭，第二天围猎我成功迟到了。宋瑜摇着扇子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：“皇姐对我送的礼物可还满意？”我朝他招招手：“你来，我悄悄告诉你。”宋瑜靠近，我笑着在他耳边说 shit。 我走后还听到他在跟侍从讨论谢特是啥意思。侍从小心翼翼地猜测道：“反过来念，好像是说燕云州不行吧？下次再给皇姐找个行的。”我再次无语了。围猎开始后，大家各打各的，我也换了旗装，带了一队人打猎去了。暂时不想看见燕云州，我特意没叫他，但我没想到宋瑜非得跟我走一块。他带的那支队伍刚好是燕云州领头，我余光看了他一眼，便匆匆移开目光。现在最主要的是确定宋瑜到底是不是幕后黑手。我故意让护卫们分散开来，然后骑马跟宋瑜并行。你昨天说的大买卖是什么？宋瑜直接说：“皇姐你了解的，我自小便要那最好。”果然啊，你扮猪吃老虎，觊觎的是皇位。那现在咋办？大义灭亲。我正愁着，不远处突然传来阵阵惊呼，说有猛虎出现了。宋瑜快速给我递上弓箭，让我快上。我想也没想，遵循着肌肉记忆搭箭拉弦，对着林间张牙舞爪的猛虎便一箭射了过去，正中脑袋。射完后一脸懵，我知道原身剑法一流，但宋瑜这么兴奋干嘛？只见宋瑜翻身下马，快速跑到那老虎尸体旁，激动的苍蝇搓手。他招呼我过去：“真好真好，皇姐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这老虎你让给我，我给你别的宝贝。”我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你说的大买卖就是要这个老虎？”宋瑜用清澈又愚蠢的目光看着我：“对呀对呀，前段时间陈小石子寻了张虎皮，天天在我面前炫耀，我发誓要找张更大的。”他站在老虎尸体旁来回比划：“那么大一只，
皇姐你真棒！我再次无语的沉默了。原来他真的是个蠢的。仔细想想也是，他要是真想利用燕云舟，当初就不会让我把他带走。哎，又白费力气了。心塞，我觉得很没意思，把侍卫叫回来准备回去，来的却是燕云舟。他说成王殿下非要扛着老虎去别人那里炫耀，让我带一小队人先送公主回去。这一路山清水秀，我索性下马慢慢往回走。就在这时，变故陡生，数十黑衣人如鬼魅般从林中钻出来，提刀直冲我们而来。燕云舟大喊了一声：“公主小心！”护着我往后退。看这些刺客步步杀招，我缓缓意识到，他们好像是冲着燕云舟来的。那你可不要拖累我哦，燕云舟！往后跑，去找成王！好嘞，我转身就要跑。不料突然踩到一颗圆溜溜的石子，一个不稳径直往燕云舟身上扑去，恰好替他挡住了刺客的毒针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到了天空一群羊驼奔腾而过，还朝我吐了口唾沫。耳边燕云舟绝望地喊着：“公主！”那声音越来越远，我彻底晕了过去。我晕了3天才醒来，一睁眼便看见床边围了一圈人，那个不正经的太医喜极而泣：“醒了，公主醒了，没有危险了。”七嘴八舌的吵得我头疼。我让人把他们都赶走了，然后问燕云舟呢？贴身侍女回道：“她因为保护公主不利，被陛下责罚受刑。”我大惊，问她是不是被打死了？侍女：“那倒没有，打的倒是不重，但她刚受完刑就守在公主门外，赶也赶不走，耽误了医治，这会儿晕过去了。”等我能下床的时候，燕云舟已经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。他站在门口不动，我勾了勾手指他才靠近。他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脸上，仿佛只要移开我就会立马消失一样。我忍俊不禁，问他怎么了。燕云舟说：“公主舍命救了我。”虽然过程不是那么回事，但结果是那么回事。现在说是狡猾，好像也没什么必要，倒不如脉波人情。于是我默认了。没想到燕云舟却低下头，强忍着什么似的，紧紧咬着嘴唇。我自小流浪，不管是谁都可以随意踩上一脚，从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我愣住了，他这副要哭不哭的样子让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。我下意识道：“以后没人再敢欺负你了。”一滴泪落在地上。燕云舟在抬头时，看我的眼神炽热而又忠诚。我甚至为之前面对刺客时想自己先溜的行为感到一丝愧疚。对了，刺客，我赶紧问：“那些刺客有线索了吗？”燕云舟摇头说没有，那些刺客如同鬼魅般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尸体都化成血水，查不到一丝痕迹。但没线索我也知道，派刺客的就是原时间线里给燕云舟下慢性毒药，最后还想坐收渔利的人。这人到底是谁？我为救一个护卫自己受伤的传言终于引起了皇帝的重视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，要帮我选个正儿八经的驸马。圣旨一下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让我遣散我的后宫群。心痛，说遣散就遣散，也不问问我的意见。我不乱来，平时看看也养眼啊。其他人我记不住，就眼熟青瑶跟夏青瓷。他们离开那天，青瑶直接哭晕了过去，一直喊着：“公主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？”夏青瓷也眼里含泪，说道：“知道要走，我熬了几个夜，做了数百支香囊，只希望公主能把我记得久一点。”我惊讶地发现，原来男人哭起来也是梨花带雨。燕云舟在我背后冷眼看着我跟他们依依不舍，我转头安抚他：“没你哭得好看。”燕云舟的耳朵蹭的一下红了。按理来说，皇帝最希望让罪魁祸首燕云舟离开，可他一边担心我的安危，一边又怕我看上别的护卫，只好默许燕云舟在我府上留到驸马择定之日。我挑挑拣拣1年，驸马没挑好，边界蛮夷却在蠢蠢欲动。皇帝怕不久后会有战争，想着要早早把我的事定下来，所以他办了个国宴，不仅宴请朝臣，还有周边小国的青年才俊。赴宴前，我换上了今年御医坊刚裁制的新衣，大红的锦缎上用金线绣了牡丹，与我头上的珠宝交相辉映，衬得我整个人更美艳了点。我转过头问燕云舟好看吗？以往我这么直接，他早就低下头了，可今天他却就这么看着我，仿佛在用目光描摹我的眉眼。半晌，他笑着点头：“好看，公主是我见过最美的人。”虽然我沉迷酒色，又骄纵任性，但我毕竟是皇帝唯一的妹妹。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给我选驸马，无非是怕后面打起来了，我会沦为和亲的工具。所以我如他所愿，在一群适龄才俊里挑了一个顺眼的。那人是郑国大将军的儿子，叫程子墨，也算是年轻有为。宴席开到最后，该送礼的送礼，该赏赐的赏赐。燕国使臣挥挥手，数百箱黄金和无数珍宝被抬上大殿。使臣毕恭毕敬道：“我代替燕国主特送上黄金1000万两，祝贺长公主定亲。”我放下酒杯笑了笑，说：“这礼太重了吧？”使臣的目光越过我，落在我身后，他对我俯身行了个最高礼节。这次来，我也是为向长公主讨个人。我问他讨的人是谁，使臣指了指燕云舟，道：“便是您身后这位。”我笑了，他不过是我的护卫。使臣恭敬的道：“不，他是我流落宋国的燕国6殿下。”话音刚落，满殿寂静，只有燕国使者的话在宫殿回荡，掷地有声：“请长公主归还我燕国6殿下。”燕云舟离开前一晚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，只听见院外一声轻响，有人站在窗外，他就这么一声不吭的站着。睡前我就看见在下雪，他这么站下去，不出1个时辰就能变成雪人。我没睁眼，叹了口气：“
你有准备，我也有所察觉。这一天我早就料到了。燕云舟，我说过，你飞驰中午回你的家乡，那有你该打的一场仗。燕云舟第一次叫了我的名字，他说：“宋之意，你别嫁给别人。”我无奈地说：“可我总要嫁人。”他说：“别嫁，等我来使你。”我是个自私的人，原本在这个世界只想安逸富贵的活着，可燕云舟不是，他受的苦太多，稍微有人对他好一点，他就会把心掏出来给人家。他这样热烈的感情，我不可能不动摇。燕云舟回去不是过家家的，燕国主病重，皇子们等不及了，在国主还没咽气的时候就开始内斗。燕国主无力地看着这一切，身边人接连离开后，才想起来找自己流浪很久一个宫女生的孩子。他这一回去，相当于半只脚踏进地狱，光是站稳脚跟就需要1年半载。我没等到他来，蛮夷对宋国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攻击。皇帝提前了我跟程子墨的婚期，临到婚期成家却要上战场，听说这亲成不了，程子墨开心的都要上天了。百官在城门口送行，他看到我也在，脸又耷拉下来。他对我不冷不热，好听点是敬重公主，难听点就是不爱搭理我。我知道为什么，一是因为我那不太好听的名声，二是因为她早就心有所属，是经理药材铺的姑娘。我曾看见她装瘸去那买过好几次药。我顺着她的目光在人群里扫视，果然看见了那个清秀的姑娘。我凑近，程子墨低声说：“程将军借一步说话。”程子墨避我如蛇蝎，让我就在这儿说。我说不行，程子墨干脆地说：“那就不说好了。”我只好开口：“那药材铺的姑娘真好看。”程子墨赶紧制止了我，说借一步就一步。我把他带到一旁说：“等你们凯旋，我们把婚约解了吧。”我这话一出，程子墨直接愣住，半晌，他对我行了一礼，说我对不住公主。我抚了抚发髻，笑道：“啊不，跟你关系不大，我也有别人要嫁。”程子墨走的时候哼着歌，甩着鞭，不像是上战场，倒像是要去娶姑娘。蛮夷攻势猛烈，宋军节节败退。我跟宋宇有事没事往宫里跑，每次看见皇帝，他一次比一次深沉，总有种风雨欲来的征兆。按照原剧情，很快燕国就会跟蛮夷联手，一举攻破宋国城门。可现在燕云舟不再是以前那个反社会人格了，应该不会是这种发展了吧？又一次进宫后，皇帝把我单独留了下来，他看着我叹了好几口气。之意，如今有2个办法可以解我大宋困境，可这2个办法都需要你做出牺牲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皇帝艰难开口：“这第一个，蛮夷那边说若想休战，要让我们割让城池，外加送你去和亲。”我忙不迭道：“第二个，我选第二个。”皇帝也点头。我也觉得第2个更好，那你就准备和亲吧。我懵了。啊不是，怎么还要和亲？皇帝，你去燕国和亲，他们派兵支援我吗？我一愣，问他：“我嫁谁？”皇帝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：“你的老熟人，昔日小护卫，如今今非昔比。”他又愁道：“只是你当初把人家收进公主府，对一血性男儿来说无疑是种羞辱。你此去燕国，谁知道他会怎么对你啊？”没等他说完，我提着裙子就跑。他在后面喊：“妹妹，你别想不开啊！”我摆摆手，欢快地道：“太好了，我嫁人去喽。”皇帝沉默了。荒淫无度的长公主要出嫁了，满城欢呼。长相俊美的青年才俊终于赶出门了。皇帝到底是我亲哥，怕我在燕国受委屈，自掏腰包给我准备了百里红妆。和亲队伍出了城，跟燕国使者接头。我坐在马车里，听见有人骑马跟在马车旁，清冽的声音从车外传来：“公主，路途遥远，可要人作陪。”这熟悉的声音，我激动地掀开帘幕，只见燕云舟骑在马上，英姿勃发。他做一般护卫的打扮，可那眉眼间上位者的姿态却怎么也挡不住。对上我的目光，燕云舟近似贪婪地看着我的脸说：“公主，许久不见，我很想你。”我脸颊一烫，嗔怒道：“你现在什么身份，也敢偷偷跑来？”他只笑：“来娶你，自然要亲自来。”我放下帘子没再搭理他，却忍不住嘴角上扬。燕国已经出兵相助，这一路不着急，我们便边走边玩。1个月的路程，硬生生走了2个月。将近燕国关外，有一片荒芜丛林要走。燕云舟站在林外，沉声道：“不太对劲，快速通过。”我坐在马车里，颠簸的想吐。外面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，说哪里来的马蜂，接着又提醒说这风有毒，并让所有人注意保护公主。车外毒蜂嗡鸣声震耳欲聋，我脑中警铃大作，既担心燕云舟的情况，又怕贸然掀开车帘毒蜂进来，一时间心乱如麻。耳边传来催命般的嗡嗡声，我冒着冷汗转过头，只见4、5只毒蜂在我脸边盘旋。我吓得一动不敢动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些毒蜂并没有攻击我，围着我绕了几圈后就从窗口小洞飞出去了。燕云舟在车旁突然一声闷哼，我急忙问道：“燕云舟，你怎么样？”燕云舟的声音传来：“我没事，公主待在车上，千万不要下来。”我正要答应，马车突然一个颠簸，我猝不及防地被甩在地上，一时间脑袋被撞得眩晕。等我回过神，失控的马已经拉着我狂奔出去，身后传来燕云舟焦急的怒吼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马渐渐停下，周围没有一点声音。我平息了呼吸，准备出去，一双骨节分明的手掀开了马车帘，那人带着鬼面朝我伸出手：“公主，好久不见。”我惊讶，
这人我认识，我被蒙上眼带到了一间密室，那个戴鬼面的人并没对我怎么样，他每天给我送来丰盛伙食，然后就坐在我对面陪我一起吃。一连几天，他连句话都没说过。第7天的时候，他看了我一个时辰后要走，我叫住了他。夏青瓷，你以前话没这么少吧？那人身体一僵，半晌从喉咙渗出一声轻笑。公主能认出我，我很高兴。他抬手把鬼面摘下来，露出夏青瓷那张温润如玉的脸。他面带疑惑，公主是怎么认出来的呢？我直接道，你的走路姿势，你的说话音调，还有……说着，我抬起袖子闻了闻身上独特的香味，道，你给我绣的那些香囊，我长期佩戴，身上早就留下了独有气味，而你养的那些毒蜂应该不会攻击有这种气味的人吧？夏青瓷笑得如沐春风。公主真的很聪明。她声音变了，跟我梦境里那个站在屏风后的人逐渐重合。我惊出一身冷汗，怎么会是他？我强装镇定问，那年秋猎我遭遇刺客，是你派去的吧？听到这话，夏青瓷急了。是，但我想杀的不是你。夏青瓷说他本就是燕国主安插在宋国的细作，接到寻找六皇子的指令后，他很快查出了燕云州的真正身份。夏青瓷俊朗的面孔变得扭曲。可我明明也是他儿子，燕云州是宫女生的，我比他还要不堪，是那人跟他寡嫂生下的孽种，我不服，我总要为自己争一争。夏青瓷原本打算给燕云州中下能扰人心智的毒控制他，可没想到我把他送去了军营。他看着我激动地告白道，公主，你将夏青瓷从人牙子手里买回去的时候，我满心满眼就都是你了。可你爱我又不只爱我一个人，我想做特殊的那个，于是我设计了你那次落水，本想将你救上来用过苦肉计，可你却性情大变，从那之后竟然再也没找过我，身边还多了一个燕云州，既然利用不了他，我就只能杀了他。他眼里浮现出痛色。我没想到你会为他挡刀，如果不是我偷偷给你喂了解药，你早就没命了。我心下骇然，夏青瓷对原身的执念竟然这么深，可他却永远想不到，就是他设计的那次落水，他心心念念的公主再也回不来了。现在的夏青瓷显然已经疯了，他激动地说，你怎么能嫁给别人呢？你爱的是我，对不对？外面突然传来剧烈撞门声，夏青瓷甚至来不及反应，只见燕云州带着一队人直接撞开了外间的门。燕云州形如罗刹，他一刀劈开门上锁链，下一刀已经横在了夏青瓷脖子上。夏青瓷却躲都不躲，看着燕云州手上的风遮痕迹，痛快笑出声。被毒蜂咬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如果没有解药，你也得给我陪葬，而这解药只有从蜂王身上提取，你不可能找到。我在他后面默默从香囊里捏出一只巨大毒，问是这个吗？他大惊，问我怎么会找到的。我淡定的道，可能是你的香囊太香了，他自己钻进去不想出来，我就当宠物养了。夏青瓷沉默了。夏青瓷被关起来后，又一难题横在了我面前。燕国太医从蜂王身上提出的毒素制成解药，但这解药用法有点变态了。太医说被咬一口，蜂毒遍布全身，所以这药需要外敷，在全身上下的皮肤上全都涂一遍。燕云州向来不让别人碰，所以这活只能我来。当晚，我拿着药走进燕云州所在的浴池，这一幕有些似曾相识，可今时不同往日，我心跳的剧烈，穿过层层雾气走近，却没看见燕云州的影子。我刚要喊他，一双手突然从后面捂住我的嘴，我大惊失色，刚要奋力挣扎，燕云州的声音有些哑的表示是他，我顿时放松了下来。他在我耳边轻声道，太医说抹药需要保持皮肤低温，可我一想到你会来，便控制不住的浑身热起来，于是去冲了一遍又一遍的冰水。你说这可怎么办？这么羞耻的话，你是怎么光明正大说出来的？我脸红成了猪肝色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屋外有人匆匆禀报，殿下，牢里的人自尽了。是夏青瓷。燕云州愣了一下，沉声道，知道了。侍从离开，燕云州抱着我在浴池边坐下，说，公主，你白天去了牢里。我没有隐瞒，点头说是。我确实去见了夏青瓷，但其实只跟他说了一句话。我说，你的公主死于那次溺水，我不是她，可我在她房里看到了一份没来得及发出去的指令，令上写着遣散后院面首，补偿田产店铺，可那份名单上没有你。夏青瓷愣了良久，之后便是又哭又笑。纵然他知道这些会陷入亲手害死爱人的极度痛苦中，可他有权知道公主的那份感情。夏青瓷会自尽在我意料之中。燕云州如今问起来，我思索良久，想跟他说明真相，可我才刚开口说，其实我是……燕云州却突然靠近，用吻堵住了我的话，你是我的公主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给燕云州上药的时候，我看着他满身大大小小的伤痕，去想象他这数年的遭遇，难以抑制住心疼地问他，疼吗？燕云州反手捏了捏我的手，说不疼。他不像原剧情那样凶残成性，在这宫里必定要受点苦，以后的路依旧崎岖，可是没关系，我跟他一起走。夏青瓷的死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，涟漪很快便平复了。燕云州身上的毒解了七七八八，婚期也尽了。大婚前3日，燕国主终于撑不住，在一个雨夜咽了气。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试穿嫁衣，针线房的嬷嬷手一抖，金针险些扎进我指尖。
满店寂静，燕云舟站在我身后，伸手替我拢了拢衣襟，面色平静。公主，看来我们得守孝一段时间了。我回头看他，他眼里没有悲痛，只有一片沉沉的墨色。这王位还没坐稳，先帝就去了。那些虎视眈眈的兄长们，怕是又要掀起风浪。果然，灵堂才设好，大皇子便带着人闯进了燕云舟的宫殿。他指着燕云舟的鼻子骂：“一个宫女生的，也配穿校服跪在父皇灵前？”燕云舟跪在蒲团上，背脊挺得笔直，头也没回。我站在屏风后，看着大皇子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，突然想起原剧情里他的下场，被燕云舟削成人质，扔进粪坑泡了3天才断气。我那时觉得燕云舟残忍，如今却只想冷笑。燕云舟开口，声音淡淡：“大哥若觉得我不配，不如去问问父皇的遗诏。”大皇子脸色一变，问什么遗诏？燕云舟缓缓起身，从怀中取出一卷明黄帛书，当着满殿宗亲大臣的面展开。父皇临终前以立我为属。殿内哗然，大皇子扑上去就要抢，被燕云舟身边的侍卫死死按住。他嘶吼着：“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父皇向来看重出身背景，怎么会把江山传给你这个宫女生的？”燕云舟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里没有一丝温度，压下去，等父皇入陵后一律处置。大皇子被拖走时，咒骂声回荡在殿宇间。我走出屏风，燕云舟回头看见我，神色才柔和些许，问是不是吓着我了。我摇头，问他：“这才刚开始，对吧？”他握住了我的手，嗯了一声，掌心温热，指尖却冰凉。先帝丧仪办了整整7日，这7日里，燕云舟几乎没合眼。他不仅要应付个路来吊唁的使臣，还要防着几个兄长暗地里的手脚。第3日夜里，二皇子的人在灵堂的香炉里下了毒。抓人的时候，二皇子正在府里搂着美妾听曲儿。侍卫破门而入时，他手里的酒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燕云舟没杀他，只削了他的爵位，将他圈禁在府中。我问他为什么会留二皇子性命，那时我们正在用晚膳，燕云舟替我舀了一勺汤，淡淡道：“杀一个，其他人会抱团，留着他们才会互相猜忌。”我看着他沉静的侧脸，忽然觉得陌生。那个在我床边守着、耳尖通红的少年，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他突然问我是不是怕他了。我抬眼，正好撞进他深黑的眸子里，那里有试探，有不安，还有一丝藏得很深的脆弱。我夹了块他爱吃的酥肉放进他碗里。怕你什么？怕你太聪明，衬得我像个傻子。燕云舟愣了愣，随即低笑出声，那笑声很轻，却让店里原本有些凝滞的气氛瞬间松动了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拇指轻轻抹撒我的手背。公主永远不必怕我，这江山再重，重不过你。我脸颊发烫，低头扒饭，含糊道：“快吃，菜要凉了。”第8日，先帝入陵，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出了城，我跟在女眷队列里，一身素白校服。山路崎岖，较撵颠簸的厉害。行至半山腰时，前方突然传来惊呼声，紧接着是兵刃相交的脆响。我早已习惯，知道是刺客来了。我掀开轿帘，只见数十黑衣人从2侧山崖飞身而下，直扑燕云舟所在的龙辇。侍卫们大喊着护驾，迅速结阵，将龙辇团团围住。箭矢如雨，刀光剑影间，不断有人倒下。我心跳如鼓，眼睛死死盯着那片混战。燕云舟从龙辇中跃出，长剑出鞘，身法快得只剩残影。他每出一剑，必有一人毙命。鲜血溅在他的衣服上，开出一朵朵狰狞的花。这不是我认识的燕云舟，这是我曾在书里读过的那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修罗。一个黑衣人突破防线，朝我这边扑来，侍女尖叫着四散逃开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从袖中摸出一把匕首，那是燕云舟前日塞给我的，让我带着防身。黑衣人举刀劈下，我侧身躲过，反手将匕首扎进他腰腹，温热的血喷了我一手。他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缓缓倒地。我拔出匕首，手抖得厉害，原来杀人这么容易，原来见血这么恶心。燕云舟焦急担忧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他杀出一条血路朝我奔来，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惊慌的神色。我冲他笑笑，想说我没事，却腿一软，往后倒去。燕云舟接住了我，他的手臂很有力，怀抱却很轻，像是怕碰碎了我。他声音发颤，上下检查我的身体，问我不是受伤了。我摇头，举起沾血的手给他看，说是那个黑衣刺客的血。燕云舟盯着我的手看了半晌，突然低头吻了吻我的指尖，那是一个带着血腥味的吻，虔诚又疯狂。他说：“对不起，又让你涉险了。”我靠在他怀里，听着他急促的心跳，忽然觉得累极了。燕云舟，快点结束吧。他沉默片刻，将我搂得更紧，说好。刺杀的主谋是三皇子，他在皇陵埋伏了死士，本想趁乱杀了燕云舟，自己伪造遗诏登基，却低估了燕云舟的手段。燕云舟没有立刻处置他，
而是在先帝灵前，当着所有宗亲大臣的面，将三皇子的罪状一条条念出来，每念一条就斩一个三皇子党羽的头，血染红了灵前的石阶。三皇子从一开始的气定神闲，到瘫软在地，念到最后一条时，燕云舟走到他面前，渐渐抵着他的喉咙：“三哥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三皇子涕泪横流：“六弟饶命，我是被逼的，都是他们怂恿我的。”燕云舟笑了，那笑容冰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孙女，三哥，自我回来后，你没少在背后设计。大皇子、二皇子的事情里都有你的手笔吧？他收回剑，转身看向众人。今日在父皇灵前，我不想再多造杀孽。三皇子谋逆弑君，暗虐当主九族，念在同是父皇血脉，免连坐之罪。此白绫有宣誓。侍卫上前将瘫软的三皇子拖了下去。燕云舟走到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很冷，还在微微发抖。他问我：“公主，我是不是很可怕？”我看着灵前那滩尚未干涸的血，又看看他苍白的脸，摇了摇头。我说：“不可怕，你只是把他们都对你做过的事儿还给他们而已。”燕云舟怔怔地看着我，眼眶一点点红了。他别过脸，喉结滚动了几下，才哑声道：“公主，这宫里太脏了，等一切安定，我带你走。我们去江南，去塞外，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”我点头说好，心里却明白这话大概只能是个念想。坐上这个位置，哪还有什么说走就走的自由？先帝丧期过后，燕云舟正式登基。登基大典那日，我站在观礼台上，看他一步一步走上高台，戴上那顶沉重的冕旒。礼乐声中，百官跪拜，山呼万岁。他转过身，目光越过层层人群，准确找到了我。四目相对时，他朝我极轻地笑了一下，那笑容很淡，却让我心跳漏了一拍。大典结束，我回到暂住的宫殿，却见燕云舟已经等在那里。他还穿着那身繁复的龙袍，站在窗边，望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色。我问：“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他转身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想我了。”我失笑，才几个时辰没见。他拉着我在榻边坐下，把头靠在我肩上，声音里带着疲惫：“几个时辰也很长，公主，我好累。”我抬手轻轻揉了揉他的太阳穴，说：“那休息会儿。”他闭上眼，呼吸渐渐平稳。我看着他眼下的乌青，心里泛起细细密密的疼。这几个月，他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，每天都要应付无数明枪暗箭。那些曾经欺凌过他的人，如今一个个匍匐在他脚下，心里却不知藏着多少毒计。这个位置坐上去就要一辈子提心吊胆。燕云舟忽然睁开眼，看着我轻声说：“公主，我们成亲吧。”我一愣，提醒他先帝刚去没多久，按照规矩不是应该要守孝？他道：“等不及了，我想名正言顺地站在你身边，想每天醒来第一个看见的人是你，想有个家。”他说家这个字时，声音很轻，却重重砸在我心上。我知道，对于从小流浪的他来说，家是一个太奢侈的词。我心疼他，没多犹豫便说好。燕云舟眼睛亮了，像是夜里的星辰。他低头吻我，吻得很轻，很珍惜，仿佛我是1岁的琉璃。一吻结束，他抵着我的额头，低声说：“谢谢。”谢谢什么？他没说，但我懂。大婚定在1个月后。宋国那边，皇帝派了使臣送来贺礼，还有一封亲笔信。信上只有一行字：“妹妹，若他待你不好，哥来接你回家。”我看着那行字，眼眶发热。燕云舟从身后抱住我，下巴搁在我肩上。皇兄还是不放心我。我打趣道：“谁让你当初在我府上时，总是一副要杀人的样子？”他低笑：“那是因为我嫉妒那些可以光明正大陪在你身边的人，嫉妒他们可以和你谈笑风生，而我只能站在阴影里，像个见不得光的鬼。”我转身捧住他的脸：“现在不用嫉妒了，整个燕国都是你的，我也是。”他眼里漾开温柔的笑意，低头吻我。婚礼前夜，按规矩我们不能见面。我住在宫外的别院，燕云舟派了重兵把守，里3层外3层，围得水泄不通。侍女笑说：“陛下这是怕您跑了。”我也笑，心里却隐隐不安。这几个月太平静了，几个皇子死的死，求的求，剩下的也都安分守己。可越是这样，越让人觉得不对劲。果然，半夜时分，别院外传来厮杀声。我披衣起身，推开窗，只见火光冲天，箭矢如蝗虫般从墙外射进来。侍卫长冲进来，肩头插着一支箭，血流如注，让我快躲起来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侍卫长咬牙道：“是四皇子，他带着私兵杀过来了。不过公主放心，陛下早有防备，援军马上就到。”话音未落，一支箭破窗而入，擦着我的脸颊飞过，钉在身后的柱子上。我摸着脸颊上的血痕，心沉了下去。四皇子，那个在原剧情里几乎没什么戏份的人，居然藏着这么深的实力。厮杀声越来越近，已经能听见刀剑砍在门板上的声音。
我拔下头上的金簪，握在手里。这东西杀不了人，但至少能给自己一个痛快。门被撞开了，一个满脸是血的士兵冲进来，看到我愣了一下，随即举刀就砍。我侧身躲过，金簪狠狠扎进他的眼睛，他惨叫一声，捂着脸倒地打滚。又一个冲进来，我后退，直到被抵上墙壁，无路可退。就在那把刀要落下时，一道黑影从窗外飞身而入，长剑一挥，那士兵的人头便滚落在地。燕云舟一身黑衣，脸上溅着血，眼神狠厉如修罗。他把我拉到身后，护在墙角，一人一剑挡住了所有冲进来的人。他的剑很快，快到看不清招式，只能看见不断倒下的尸体和飞溅的鲜血。我看着他宽阔的背脊，忽然想起很久以前，在我公主府上的时候，他跪着说：“燕云舟是公主的了。”那时他那么瘦弱，那么卑微，如今却已经能为我撑起一片天了。援军终于赶到，四皇子被生擒。燕云舟没杀他，只让人挑断了他的手筋脚筋，关进了天牢最深处。我问他为什么不杀了四皇子，他擦着剑上的血，淡淡道：“让他活着比死更痛苦。”我看着他冰冷的侧脸，忽然觉得陌生又熟悉，这才是真正的燕云舟，狠厉、果决，睚眦必报。他放下剑，转身看我时，眼神又恢复了温柔，问我吓着了吗？我摇头，走过去，抱住他精瘦的腰。他身上有浓重的血腥味，可我还是抱得很紧，低声的道：“燕云舟，明天就要成亲了。”他身体一僵，随即更紧的回抱住我。对不起，让你在成亲前夜见血。我把脸埋在他胸口。没关系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见血也没关系。他低头吻我的头发，声音发颤：“公主，我何德何能？”我打断他：“你值得，你值得这世上最好的一切。”婚礼如期举行，四皇子的叛乱像一场闹剧，很快就被镇压下去，没有掀起任何波澜。我穿着大红嫁衣，坐在妆镜前，看着镜中那个头戴凤冠、面若桃花、眉眼含羞的女子，恍如隔世。1年前，我还是那个只想苟命的穿书者，如今却要成为燕国的皇后了。一旁的侍女轻声赞叹我今天真美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花轿从别院抬出，一路吹吹打打进了宫门，百姓夹道围观，议论纷纷。有人说新皇痴情，为了娶宋国长公主，不惜与整个朝堂抗衡；也有人说我是祸水，迷惑了新君，竟然连守孝期都不等便要成婚。这些话我都听不见，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，一下一下，越来越快。轿子停下，帘子被掀开，一只手伸进来，骨节分明，掌心有薄茧。我握住那只手，被他稳稳地牵出轿子。红盖头挡住了视线，我只能看见他大红的衣摆和那双绣着金龙的靴子。他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公主，我牵着你走。”我红着脸说好。我们从宫门走到正殿，每一步他握着我的手都紧一分。礼官高唱一拜天地，我们转身对着殿外的天空拜下。礼官高唱夫妻对拜，我们面对面深深一拜。礼成，我被送入洞房。燕云舟还要在前殿大宴群臣，坐在铺满红枣花生的喜床上，我紧张的手心冒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被推开，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停在我面前。喜乘挑开带头，我抬眼，对上一双含笑的眸子。燕云舟穿着大红喜服，烛光映着她的脸，俊美的不似凡人。她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才喟叹说：“公主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”我脸颊发烫，低下头说他傻子。新帝登基第3年，终于受不了群臣逼迫，同意往后宫添点人，而我势在必得。我爹是新帝的心腹，是堂堂左相大人。我曾在新帝登基上城的那天远远见过陛下一眼，他精彩丰溢，仪表不凡，简直就是我梦里想嫁的那种夫君。爹爹跟我说过很多次新帝的事情，他在还是皇子的时候便展现了无双的治国才能，群臣都对他赞叹有加。唯有一件事，他登基3年，后宫还是只有皇后一人，这可把大臣们愁坏了。我觉得一定是皇后娘娘不让他内妃。这位皇后娘娘啊，我也有所耳闻。宋国长公主曾经荒淫无度的传闻，至今还能在燕国酒坊里听到。听说她还定过亲，最后没嫁成。而当今陛下以前在宋国流浪，就被她抢进公主府凌辱过。每每想起这些，我就为陛下不值当。他这一生已经这么辛苦了，怎么还摊上这么个离谱的皇后？所以这次选妃，我立志要进宫拯救陛下于水火。我爹听了我的豪言壮语，像太傻逼一样看我，然后说：“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明天啊，陛下组了马球局，我带你亲眼去看看。”切，看看就看看，我还能怕不成？第2天，我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，然后跟爹爹进了宫。我终于又看见了陛下。行过礼后，我坐在女眷席上偷偷打量他，却见他1刻钟换了5次内侍。问皇后来了吗？内侍：皇后娘娘还在路上。燕云舟：皇后想吃的冰沙呢？被着了吗？内侍：陛下，
都备好了。燕云州，皇后到底到哪儿了？内室，皇后娘娘喝了点酒，这会儿在寻凉亭小憩，说是醒了再过来。燕云州，朕等不及了，朕去接她。这对话实在有点魔幻，我好奇心太重，便偷偷跟在辛蒂后面。远远的，我看见她让侍从都离得远远的，然后轻手轻脚走进了凉亭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皇后，她与我想的一样，不守规矩，行为放肆。我靠近了些，躲在假山石后，听到辛蒂如同哄孩子般在皇后耳边低语：该醒醒了，公主。公主？她为什么还叫她公主？皇后懒懒地在美人榻上翻了个身，抬眼看她：我非去不可吗？辛蒂点头。群臣都在，是你最喜欢的马球，不来看看吗？皇后便点了点头，说要去。辛蒂极自然地蹲下，让皇后将脚搭在她膝盖上，为她小心翼翼地穿上鞋袜。我看得目瞪口呆。皇后伸手揽住辛蒂的脖子，站起来，一声惊呼：呀，我的梅花了！辛蒂便让人取了铜镜梅带来，笑着在她脸上比划。夫君给你重新画一个，要什么样式的？皇后说：柳叶眉。辛蒂温柔地点头，说好。曾经我以为那些诗句里男子为妻子耐心描眉的诗句皆是虚妄，现在才知道，只是我没碰到过而已。凉风习习，凉亭内两人一立一坐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便知道他们两人间再也插不进去第三人。听说后来选妃时间到了，可众朝臣没有一个把自家女儿上报。辛蒂看着空荡荡的文书，笑得如沐春风。既然没有合适的人选，那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。退朝。